叶晨的话让史蒂夫不由自主地怔了怔。仔细想想，叶晨这话说得很有道理，谁拿回去，谁是第一顺位继承人。所以自己脑子里想的就是赶紧把四方宝状拿回去，以免被其他人抢了机遇。可是换个方向想一想，要是没人能把四方宝状带回去呢？自己本来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，断了别人的晋升机会，自己不还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吗？当然，唯一的区别是，这样的话，自己虽然还是第一顺位继承人，但四方宝状就不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了。可是自己现在也没得选啊，眼前自己小命都在别人手里攥着，能活下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于是他下意识地问叶晨：先生，您能保证这四方宝状再也不会落入罗斯柴尔德家族其他人的手里吗？叶晨剑眉微皱，冷声问道：保证这个词儿，你用的有点拖大了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向你保证？史蒂夫慌忙赔礼道歉：不好意思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不要误会。叶晨咄咄逼人质问：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史蒂夫连忙擦去额头冷汗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在下只是想知道您打算怎么处置四方宝状。叶晨看了他一眼，淡淡道：四方宝状本身就是你们从华夏掠夺走的，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让它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，回到华夏去。说着，叶晨看着史蒂夫，又道：所以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只要四方宝状回到华夏，华夏自然会将它好好的保护起来，绝不会再让这件国宝离开华夏国土。史蒂夫一听这话，心里顿时松了口气，嘴角竟然浮起了忍不住的笑意。他高兴地不停揉搓双手，口中喃喃道：太好了，实在是太好了。叶晨笑着问他：好在哪里？史蒂夫连忙道：这个四方宝状本就是华夏的东西，能回归华夏自然是最好不过。叶晨又问：你父亲做梦都盼着四方宝状能够回到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你为什么和他不是一条心？史蒂夫以为叶晨是在考验自己，让自己表个态度，于是立刻正义凛然状地说道：先生，不瞒您说，我父亲的脑子里依旧是满满的列强主义思想，他觉得一样东西他抢来了就是他的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可是文明社会啊，这四方宝状当年就来路不正，如今让他物归原主也是理所当然。我这个人接受的可都是现代化法治教育，这点正义感还是有的。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问他：所以你愿意帮助我把四方宝状带回华夏？即便你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，即便以父亲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并且不顾一切的希望四方宝状能够回到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你也依旧愿意忤逆他的意愿，来帮我促成这件事情，对吗？史蒂夫毫不犹豫地重重点头，双手握拳在空中虚空用力垂下，铿锵有力地说道：对，我愿意。说完，史蒂夫连忙用十分卑微的语气低声道：不过先生，在下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您能够答应。叶晨淡然道：你先说说看。史蒂夫忙道：在下希望先生将四方宝状带回华夏之后，不要向世人透露我们今晚的谈话。叶晨装作恍然大悟地笑道：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害怕你父亲找你算账。是。史蒂夫陪笑道：我帮您把四方宝状带回华夏，您帮我保守秘密，大家皆大欢喜，您觉得如何？叶晨微微一笑：如果你父亲知道你为了自己能坐稳第一继承人的位子，帮助外人将四方宝状运出美国，他肯定会非常生气吧？何止是生气，史蒂夫感叹道：我怕他会要我的命。您不知道，他把四方宝状看得很重，在他眼里，世界上唯一比四方宝状还重要的东西，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性命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无任何事物比四方宝状更重要。叶晨点点头：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谈个合作吧。史蒂夫连忙道：先生请讲，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叶晨道：我可以饶你和你儿子一命，
但你们要想办法把我和四方宝状一起送出美国。作为回报，我会把四方宝状带回华夏，将它完好的交还给华夏政府。这样一来，你也就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做你的第一继承人。史蒂夫毫不犹豫地说道：先生，您说的合作，我是肯定没有任何意见，只是我担心短时间内不能把您送出美国。现在整个家族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将纽约围成铁桶。如果今晚我的直升机飞不出去，我只能等其他契机。就在这时，直升机轰鸣声由远及近，叶晨眼前一亮，开口道：你儿子回来了。史蒂夫下意识道：但愿他们没遇到麻烦。数分钟后，汉克与罗伊斯一起回到了叶晨所在的房间。两人一进门，史蒂夫便迫不及待地问：怎么样，有人拦你们吗？有，罗伊斯悻悻道。国家安全局的雷达已经锁定了封锁区域内的空域，我们的直升机刚到封锁区边缘附近，他们就用无线电警告我们空域。目前因为国土安全问题，已经禁止一切非政府直升机起飞，还要求我们在他们指定的区域降落接受检查。我报了身份，对方核对无误之后，才没有强制要求我们降落检查，而是要求我们远离封锁区的边缘地带。一旁的汉克也开口道：这么严格的管控，也就911的时候有过了。叶晨听到这里，不禁暗暗感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强大。他们平时不显山不露水，甚至很少出现在媒体报道上。市面上虽然有许多关于他们的传闻，但他们从来没有站出来承认或者否认。鲜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不过今天，叶晨算是见识到了，罗斯柴尔德家族竟然强大到能够将美国多个政府部门公器私用，让他们为自己服务。联邦调查局、中央情报局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、缉私局，甚至国家安全局，这些部门竟然能够在这件事上各司其职，帮助罗斯柴尔德家族悄无声息地严密封锁整个纽约以及周边地区。而且这些部门各有各的理由，各有各的说辞，大家一起将海陆空封锁起来，严查所有途径的人和交通工具。这足以看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是无人能及的存在。这让叶晨一下子有些踌躇，他自然想尽快把四方宝状带出美国，可是自己饶是再有本事，也不可能飞天遁地。想离开美国，要么坐飞机或者乘船，要么坐车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。可是眼下最难的是，所有设卡的人都佩戴不间断与线上同步的记录仪，毫无延迟地将他们见到的一切同步上传到云服务器里。自己杀出去很简单，但必定会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单从罗斯柴尔德对美国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就不难猜测，一旦自己身份暴露，美国政府也会尽全力抓捕自己。到那个时候，自己恐怕会被美国的国际刑警全球通缉。自从唐四海再次找上叶晨的那一刻起，叶晨就一直在尽全力隐藏自己的身份，连萧初然至今都还蒙在鼓里。而包括吴飞燕这种隐藏的敌人，暂时也都还不知道他的存在。如果这时候稍有不慎，很有可能会让自己之前的一切努力全都付诸东流，甚至将自己和身边的人推向深渊。所以叶晨也很清楚，自己不能搏机会拼运气，一定要找到100%靠谱的方法。而且单单是离开封锁区还不够，谁也不敢保证罗斯柴尔德会不会暗中授意这些部门扩大封锁范围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机会直接离开美国。想到这里，叶晨问史蒂夫：你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全世界应该都有很多产业，平时出国对你们来说应该也很常见。如果在这个时间节点你们自家人要出国，能不能规避掉检查？这个，史蒂夫开口道：我父亲现在的意思是举全家族之力，全力以赴寻找四方宝状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暂时放一放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他应该不会让我们离开美国。不仅如此，很多在海外的家族核心成员也都开始返回美国了。毕竟事关家主继承人的位子，谁都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美国。叶晨咂了咂嘴，
看来想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顺风机离开美国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这时候，他忽然想到了距离这里直线距离不过300多公里的加拿大，于是便对史蒂夫说道：“如果我没记错，这里离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直线距离应该不足400公里。你的直升机肯定能够一口气直飞过去。你想一想，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你的父亲会让你立刻离开美国，前往加拿大？”史蒂夫皱眉想了半天，摇头说道：“我想不出来。我们在蒙特利尔虽然也有一些生意，但毕竟体量不大，而且加拿大的事务在家族中是分配给我第3个弟弟负责的。如果有什么事情，我父亲肯定也是让他去，而不是让我去。”这时候，一旁的罗伊斯忽然开口道：“对了，爸爸，北欧女皇海伦娜下周要到加拿大访问，爷爷之前不是提醒过我，希望我能够跟她有点发展吗？要是等下周海伦娜到加拿大的话，我顺势说要过去见一见海伦娜，她也许会同意。”史蒂夫犹犹豫豫地说道：“那毕竟要等下周了，而且现在情况特殊，他会不会让你去加拿大还是一个未知数。”叶晨好奇地问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家族实力这么强，为什么霍华德会希望自己的长孙跟北欧的女皇有所发展？”史蒂夫解释道：“先生，您有所不知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虽然影响力很强，但是在欧洲，我们的名声一向不是太好。虽说欧洲的皇室基本上跟我们都有很深的合作，但他们却从来不愿意跟我们联姻。过去100-200年，我们多次向不同的欧洲皇室提出过联姻的请求，但都遭到了他们的拒绝。”说到这里，史蒂夫又道：“不过海伦娜情况比较特殊，她原本是北欧皇室的妻子，没想到前段时间绝境翻盘，直接登基成为女皇，而且放眼整个欧洲，未婚的女皇有且仅有海伦娜一个。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，若是能够迎娶欧洲皇室成员，那就级别来说，海伦娜就是最高的那个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智库分析，海伦娜的性格应该与传统欧洲皇室不太一样，价值观应该也有很大不同。其他皇室因为传统思维很难接受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，但海伦娜摒弃过许多传统，接受的可能性会大很多。有情报显示，海伦娜登基之后，北欧的皇室成员曾就未来婚配的问题与她有过几次探讨。北欧皇室成员希望海伦娜能遵循皇室传统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皇室成员中寻找一位愿意入赘北欧皇室，并且将国籍改为北欧的王子。待2人结婚之后，再封对方一个亲王头衔，2人的后代则可以成为北欧皇位的继承人。但是海伦娜似乎有些离经叛道，她曾明确向皇室表示不会与其他皇室成员通婚，而且也向皇室明确表示自己更希望追寻真正的爱情，并且与真爱的人结婚。若是不能，那她愿意一辈子奉行不婚主义。智库也是基于这些情报判断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，与海伦娜联姻的成功率会大一些。叶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开口道：“如果海伦娜今晚就启程去加拿大，你父亲会主动要求罗伊斯立刻过去吗？”